我才意识到完了，这个又犯同样的错误了，依然是只有一份，知道吗？这个人真的是。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呢，我原本是只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在 Mac 下面如何用工具软件迅速的找回丢失这个分区表的这么一个视频啊。结果呢，这个素材录好了，从2023年的11月份到现在啊，然后我也一直没有动手。结果呢，这个在上个月啊，也就是2024年6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个让我这个原本很简单的视频，内容又变得丰富了一些。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前提啊，就是作为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使用的这个数据备份方案，除了我在进行中的项目是用 SSD 进行这个在线剪辑和编辑的啊，接着电脑，因为这样速度比较快。其他我所有完成的项目呢，都会把它放到我这个大的这个3.5寸的大的硬盘里面，使用的是这个 Century， 就是日本的品牌特图利的这个2槽位的这个3.5寸的硬盘盒。这些年我其实大概用过类似的几款产品啊。然后最终我决定带到加拿大来的就是这个，也大概用了有个7、8年了，一直非常稳定。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带了2块我的数据盘啊，一块8T，一块10T，这2块硬盘是我从2013年一直到这个2023年，差不多这10年的我的数据都在里面。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大 bug 了，也就是说我来的时候带的这2块硬盘，实际上我是没有第2份备份的，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方案非常稳定，所以就疏忽了，就没有第2份的备份了，对。然后这里面呢，就是除了我之前工作的，就是可以说我的创作啊，包括我个人数据都在这里面。去年11月2号那一天，我需要在这个硬盘上找一些数据，然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插在电脑上给硬盘通电。结果通电半天之后呢，我就这个没有反应，桌面上并没有显示这个硬盘被正确的挂载。然后我当时想，可能是不是接口没插好，所以我就又把它这个后面这个开关，然后我就关掉，我又重新开了一下。开了一下以后，就依然还是没有反应啊，就还是桌面上没有出现这个移动硬盘的图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那是不是这个硬盘盒有问题？好，那我就把我这2块硬盘从硬盘盒里拿出来，然后装到了我另外一台黑苹果上面，因为我还有一台 PC 装了黑苹果系统，然后我就把这个2块因为这2块硬盘都是 HFS 加格式的，所以就只能在 Mac 下面读，我就把它挂到我的台式机上面，用黑苹果系统进去之后，发现依然是没有被挂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才打开了这个 Disk Utility Mac 下面的磁盘软件，我发现这2个硬盘实际上是有被识别到的，只是它的分区呢没有被挂载。这个时候你手动点那个 Mount 那个挂载按钮是无法挂载的，然后这2个分区被显示成了一个 RAW 分区，也就是个原始分区。其实之前在 Windows 的情况时候，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等于是这个文件结构或者是这个分区表出现了逻辑上的错误。然后呢，我就开始在网上找这个修复这种逻辑错误的方法啊，就在网上搜索，其中有一些国外的网站和论坛上面会有告诉你有一些方法，就是用一些命令在这个 terminal 上面输入一些命令来对这个磁盘的文件结构进行修复。结果我试了，基本上我能找到的所有方法，就是我发现依然不能够正确的将这个分区表进行加载。然后我就想，要么我就试试这个数据恢复软件，然后就在网上找 Mac 下面的数据恢复软件，试了几款，但都不是很好用。最后我试了这个 Disk Drill 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就是可以查看到我的硬盘是存在这个丢失的分区的，它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文件结构都给读取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是需要一块空白的硬盘来作为这个恢复目的盘嘛，然后我就去了这个当地的 Canada Computer 买了2块12T 的这个希捷 Aaron Wolf 这个酷狼的硬盘，当时刚好是有一个 deal， 所以好像不到300块就买了2块。然后我回来之后呢，就进行这个数据恢复，然后大概是用了2天时间吧，把2块硬盘都恢复过来，然后查看上面的数据什么的也都很完整，完全没有问题。对，也算是这个当时就觉得很幸运啊，有惊无险。然后那个数据恢复完之后呢，我就赶紧把我就是这2块硬盘里的数据，因为不是只有1份吗？
就赶紧把它呢，就这2块合并到这一块12T 里面，因为其实当时这2块8T 和10T 的也都没有装满，然后就等于是我有了第2个备份。我觉得这个故事本来到这就结束了嘛，要准备给大家做视频了，结果就犯懒啊，就一直没做。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视频呢，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就是你的内容呢，也不是你能够决定的。谁知道这个上天又给我加了一个菜，让这个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了。上月16号，这个同样的剧情。当时也是找数据，应该也是之前给一个客户，就这边的一个客户拍了东西，然后上传到网盘让他去下载，结果过了很久，网盘已经过期了，已经删了，然后他表示没有下载，然后我就要到我这个仓库盘里去给他找文件，给他上传，因为当时也是他催得挺着急的，然后也是同样我把这个硬盘挂到电脑之后，开机之后。就没有反应，然后当时因为就很急，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惯性有的时候是很难改变的，就是你的习惯、操作习惯，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又是习惯性的把电源断掉，然后试着去重新开机，结果当我第2次再重新开机打开的时候，发现这个硬盘没有加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完了，这个又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当时其实也没有很慌了，然后打开这个 Disk Utility， 发现果然是又是2个空白的无法被挂载的这个 RAW 分区，然后就觉得OK， 那就重新再来一遍吧。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我当时把硬盘里装的是这一块12T 的，就是我有一些新的数据，然后还有挂了一块10T 的，就是原来我有很多时候会找一些老数据，所以当时是这2块硬盘。那么因为这块10T 硬盘实际上当时我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备份，所以我就没慌，所以这块硬盘我觉得无所谓。然后当时我就打开了这个 Disk Drill， 然后我发现同样 Disk Drill 还是可以帮我找到这个丢失的硬盘分区，那我想那就重新再恢复一遍嘛，无非是时间问题。然后因为10T 硬盘不是已经备份了吗？所以我就把这块10T 的就直接革了，我也不要恢复它了，然后作为一个空白盘，然后我只是把这块12T 的这个数据恢复过来。其实你知道真的是记吃不记打，这块12T 的硬盘里面大概有个2T 多的文件是我去年就是拍摄的一些项目什么的，然后依然是只有1份，依然是没有备份，知道吗？这个人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那当时上面应该是使用了6T， 然后有2T 的内容是我没有备份的，只有1份，剩下那些我其实在散落在这些 SSD 里面，其实还是有备份的。然后那我就说就直接恢复吧，然后我就革了这块硬盘之后，就开始尝试恢复这块硬盘。结果经过1晚上恢复完了之后呢，我发现第2天我去打开这些文件的时候就无法打开。当然你看到它的文件名也好，包括它的文件尺寸和文件创建的日期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你打开无论是什么格式都无法打开，都显示文件类型不被支持或什么这种提示。然后我就又重新试了一遍，等于是我又换了一块硬盘，我又重新恢复了一下，但依然打不开。我想这里面如果有懂数据恢复的小伙伴，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明明文件夹这个文件的类型和文件名，包括什么尺寸都是正确的，但是无法打开的这种情况，这种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慌了，我就开始做这个心理建设啊，我想，没了就没了吧，这个东西反正也离开什么，就是没了这些数据也日子还照样过，对吧？然后我就想把这块12T 的这个硬盘就扔在那儿，然后如果有机会回国的话就恢复一下，因为我肯定不可能在这边找这个数据恢复，因为价格肯定很贵。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想，那这块硬盘先放着，那我现在又没有硬盘用了，然后我就去 Best Buy 再买一块吧。结果去到 Best Buy 这次买的这块硬盘呢，看它就是它是有包装的。我上一次在 Canada Computer 买的其实是这种散装的啊，就是只有这个黄金链带，没有这个盒子。我发现注意到这个右上角会有一个这个 Rescue Data Recovery Service 这个标签，然后我就想，那我这个是不是我之前买的这种散装会不会也有这个服务呢？然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实际上都是有这个 recovery 服务的，就在这个盘体上啊，你会看到这个 Rescue 这个标签。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准备试一下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希捷官方的这个数据恢复服务了啊，然后我就在这个希捷官网上进行这个查找啊，找到了这个数据恢复的这一页，然后它呢是有2种方式，一个是跟这个在线客服交流，还有一个就是打电话。那我就选择的是这个在线客服交流，然后呢这个客服呢大概是
他会问你一些基本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比如说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 troubleshooting， 就是接上硬盘之后，他想要一些截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你这个故障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数据恢复。对，他会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诊断。然后当这个在线客服通过远程确认了你的硬盘是已经存在数据丢失这个问题，并且你自己无法就是解决，他就会来启动这个数据恢复的这个流程。他会告知你一下这个使用数据恢复服务的基本的一些风险和你需要承担的责任，说包括这个数据恢复服务总共需要的这个时间周期和一些具体的和一些基本的一些流程。这边呢，这个西捷北美的这个数据恢复中心是在这个美国的 Oklahoma。然后那个当天我记得是6月18号，然后我跟这个客服交流之后，就提交了这个数据恢复的申请，然后同时马上就有了一个档案号，就是通过这个档案号，你可以在它的网站上 tracking 这个数据恢复这个 case 的实时的进程，然后很快呢，它就会给你一个这个shipping label。这个所谓的 shipping label 呢，就是说你这个硬盘只要自己包装好，然后把它拿到这个 UPS， 然后只要送过去，然后就是一个预付费的这么一个服务，你就不需要再付费了。然后当时拿到 shipping label 的时候，那封邮件同时还有一个3张海关的这个报关单，就是你需要打印3份，有1份是放在硬盘盒子里面，另外2份是放在这个硬盘，就是这个整个包装的外面的，然后它是等于是给海关看的。就6月19号，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了离我最近的一个 UPS 的一个点儿，然后那个员工那个就特别好，帮我就是告诉我怎么包装，然后包括把那个 label 那些打印纸放在哪儿什么的。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是这样的，就是正常 UPS 它是不提供免费的纸箱的，纸箱是需要付费的，它只能提供免费的那种信封。那因为我是没有一个合适尺寸的纸箱，所以我当时又花了几块钱忘了，然后在那边买了一个纸箱，然后就寄出去了。19号我把这个硬盘从 UPS 寄走，21号我就收到了这个希捷的数据中心的邮件，他们说他们就是已经收到了我的硬盘，会告知一般是在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数据的恢复。同时呢，如果我的硬盘还在保修期，他们会由希捷的售后部门再单独给我寄一块跟我当时送去恢复数据硬盘同样型号的硬盘。对，这个过程呢，一般是在7到14个工作日。然后在6月27号，我又收到了邮件，就是说我的硬盘数据已经被成功恢复了。就是这只是过了1周，就比原本的这个30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已经快了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本身我的硬盘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数据恢复吧，毕竟只是这个逻辑错误，没有涉及到这个物理的损坏，需要开盘什么的，所以就很快他们就把我的数据恢复出来了。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这个给我把恢复的数据寄回来。然后呢，除了这封邮件同时还有一封邮件是告诉你这个带着你恢复数据的硬盘是有这个数据加密的，它会告诉你如果是 Windows 用户是需要怎么样去打开硬盘，然后 Mac 用户是怎么打开硬盘。经过周末就是7月1号，我就收到了这个我的恢复数据的硬盘的回邮的邮件。然后这个时候包括 UPS 单号都已经出来了，同时另外还有一封邮件，就是会告诉你你的被加密硬盘的这个密码，就是你用这个密码就可以打开你的加密硬盘。然后7月2号，我中午我就收到了这块带着我恢复数据的这块8T 的移动硬盘当时我就接在电脑上，然后输入了这个邮件给我的这个密码，然后就访问了这块硬盘。然后我就检查了这块硬盘里面恢复的数据我发现还是恢复了大概5T 多吧。当时最重要的去年拍摄的2个项目的那些文件都完全恢复过来了，都没有问题。然后同时还有一点是，这块硬盘是不需要归还给希捷数据恢复中心的，它就是等于是送给你了，你就自己保留就好了。然后今天也就是7月9号，我就收到了这个 replacement 回来的这块12T 的 Iron Wolf 酷狼的硬盘，也就是我原来那个原始型号的硬盘。然后我发现它是从希捷美国另外一个部门，就是负责售后的，他们的那个加州的这个部门寄过来的。对，这块硬盘他们寄出来的时候，除了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封邮件的时候告诉你他们会有一个部门回邮这个硬盘，中间过程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寄出来这块硬盘，他们是不会再给你邮件通知你 UPS 单号的，所以你就可能突然一个惊喜就会收到一块新的硬盘。OK 啊，这个故事到这儿呢，我想这个整个数据恢复的流程也算是相当的圆满啊。从一开始自己用软件成功恢复，然后第2次又失败恢复，然后再使用这个希捷官方的数据恢复服务，完整的体验了整个的流程，然后最后也成功的恢复了数据，同时呢还赚了一块这个8T 的移动硬盘，并且没有什么数据的损失，好像是挺完美的一个结果。但是从中呢，我们依然会这个吸取很多经验的教训，对吧？就是让我们从中间还是能意识到，数据备份永远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买了车险或者是医疗保险，我们不希望我们会用到这些保险。对，我想这个数据恢复服务也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保险。我们在买这个硬盘的时候，其实这个费用是 cover 在里面的嘛。对，我们永远不希望我们要用到数据恢复那一天，所以在防患于未然。如果是你的数据，除非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就是一些 whatever 一些随便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丢了就丢了，那你可以不备份。否则，如果是你觉得但凡对你有一点点的价值，对吧？那更不用说是你的辛勤的一些创作的结果，就是一定要至少有2份以上的这个备份，就是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对吧？不同的介质。同时，我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超大量的那种视频和这种照片素材啊，就比如一些剪成的成片也好，包括你最后导出的一些重要的这种TIFF 或 JPG 的这种图片也好，尽量还是在这个你所信赖的这个云服务商的服务器里面备份一份。我们这种云备份啊，还是会比我们这种本地的备份这个会安全，毕竟还有一些不可抗力，比如什么火灾、地震什么的。对，所以这个数据备份真的是很重要。我想我这么多年在这个数据备份上面其实也就是做了很多功课，也学习研究了很多，但依然还是对吧，在这件事情上面翻了跟头。所以呢，看到这儿，除了我刚才说的数据备份永远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说，如果大家也是跟我一样使用这个 Mac 系统，然后使用这种外接硬盘的方式，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一定不要慌。就是如果我们外接硬盘，它没有反应，对吧？这个时候呢，尽量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千万不要断然的把它这个重新就是断电重新插拔，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反应。就是我所经历的是，这块硬盘会出现加载速度慢，同时我另外一块硬盘也会有的时候插上，也是要让它反应一段时间，所以不要像我一样同样的错误犯了2次，就是直接断电，这种情况真的还是挺危险的。所以这次就是还是要感谢一下希捷吧，这个服务真的是传说中的这个数据恢复，这次也是有帮到我，整个这个数据恢复的流程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想我以后可能接下来机械硬盘可能还是会选择继续使用希捷啊。这条视频呢，希捷没有付钱我是自费，这硬盘都是我真金白银买的，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帮助，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尽量还是不要经历这种数据丢失的这种问题。OK，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啊，然后好人一生平安。